城市的出现，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对于中国大运河沿岸的城市来说，这条人工大河就是这座城市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哺育了这座城市，也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也许连它的缔造者都没有想到，在上千年的漫长岁月中，运河孕育出了20多座风采卓然的伟大城市。在周围城镇村落的拱卫下，一条1800公里长的巨型城市带在运河岸边拔地而起，它的影响力甚至延续到1000年后。全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追寻着运河城市的脚步，疾驰向前。大运河滋养了城市，城市与运河如影随形。燕山山脉南麓，中国大运河最北端，作为皇家都城，北京已经存在800多年。40来岁的任正贤是一名3轮车夫，也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北京人。在烟袋斜街到后海一带的热闹街区，他很愿意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分享他的老北京故事。老家嘞！哎，老家，这个水呀，实际上就是京杭运河当年积水潭那港，就是京杭运河南北，它这是最北端。当年呢，这儿是什么呢？是一个码头，就是那个所有南方物资都在这个地方往这个北京周边地区去集散的那么一个地方。什刹海旁边这条古老的街巷，向东延伸到钟鼓楼，向西到银锭桥。700多年前，这里人来船往，商家林立，正是元大都积水潭码头最繁盛的地方。哎，这就进入老北京胡同了。这就是四合院的门脸的，门墩儿是什么？圆的是武官呀，方的是文人呀，印章一样是文官呀，它都有表示，都是那种胡同文化的积淀。踩着3轮车游什刹海，串胡同，看风景。任正贤的这条观光线路，总能让外来的游客过足京城瘾。蒙古人围绕水井建立了街巷，而今天人们熟知的胡同，正是蒙古语水井的发音。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正式决定将这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定为庞大元帝国的都城。当时的北京还是经济并不发达的苦寒之地，蒙古人定都北京的信心来自于那条正在筹划中的京杭大运河。20年后，京杭运河贯通，北京成了漕运新的目的地。作为中国最后3个封建帝国的都城，这座运河最北端的城市，在波谲云诡的历史风云中，屹立了800年。当蒙古人在隋唐运河的最北端昭告一个新王朝诞生的时候，一条全新的大运河即将开挖，而千里之外，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还在梦想着有朝一日重新把隋唐运河纳入自己的版图。他们以临安为都城，依托短短的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开创了一个经济极度繁荣的时代。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就像许多杭州人一样，杭州画家吴里仁对运河的感情仿佛是与生俱来的。30多年来，他一直把运河作为自己表现的题材。
这条至今生机勃勃的运河，总能给他的创作带来一些灵感。我经常他们讲，杭州如果没有运河，南宋可能不会在这里建都。杭州就是一个小城市，可能是个小县城。早在唐代，地处大运河南端起点的杭州，就是一座著名的大城市。但是，它真正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却是200多年后的南宋。公元1127年，北宋都城汴京被金朝铁骑攻破，这座依托运河而繁华了167年的都城宣告沦陷。早在建都之初，宋朝的统治者们就已经意识到汴京无山川之险可守的危险境地。然而，便利的运河漕运却在定都的过程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决定性作用。北宋灭亡后，宋朝王室一路仓皇南逃，直到11年后的1138年，他们才在运河南端的杭州安定了下来，把这里作为都城，建立了南宋。10万移民注入的活力，让这座中国最南方的古都迅速繁华了起来。杭州很快就有了天堂的美誉。在这之后的1个半世纪内，南宋王朝依托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便利交通，开启了一个辉煌的时代。大运河开通后，从隋唐的洛阳到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再到元明清的北京，历经沧海桑田，王朝更替，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都城再也没有离开过运河。都城依运河而建，固定成为一种新的政治格局。这座占地40万平方米的巨大宫殿，也许最能让今天的人们直观感受到至高无上的皇权。故宫的城墙呀，或者是地下铺的一部分砖，全部都是来自山东临清烧的青砖。那么室内，咱们说金砖满地，那么前3大殿室内铺叫金砖了，是来自太湖湖底的淤泥烧出来的。木料的话，明朝刚刚开始修建的时候用的是南方的一些楠木，比如说来自云南呀、广州、贵州那边。穷尽天下奢华，一直是帝王们执着的欲念，而运河让欲念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通过这条人工的水道，全国各地的建材、工匠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不仅巍峨的故宫，甚至整座北京城都被称为运河上飘来的城市。今天漫步在故宫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他们脚下的广场是一个厚达15层的青砖堆砌层。据说这是为了防止有人通过地洞进入紫禁城。整个皇宫青砖数量高达1亿块，而整个北京城的用砖量更是难以计数。这些青砖全部来自同一个地方，400公里外的山东临清。这里古老的砖窑已经燃烧了600多年。75岁的景永祥老人世代经营着这座位于运河岸边的景氏砖窑，砖窑传到他手里已经是第4代了。明清2代，临清是皇家钦定的贡砖烧造基地，最鼎盛时，砖窑数量达到上万座，绵延运河两岸30公里。刹车！哎呀，说起咱临清的砖来，很有名声。
从明清两代左右繁荣。这个从这个记载上论证，临清的贡砖飘起的北京城，用的是大运河两岸的淤积土。临清的记载称为五花土，化开以后红白蓝，哎哈，跟个花似的样。所以说，它得有这个淤积的这个好土，才能做出临清的好的贡砖。从临清运往京城的，除了贡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物资，那就是粮食。临清有一句俗语：“先有临清仓，后有临清城。”临清原来只是鲁西平原一个小小的村庄，因为汇通河的开通，这里成了重要的漕粮转运中心，与淮安、济宁、德州、天津并称为运河上著名的5大粮仓。公元1450年，出于漕运安全的考虑，明朝政府开始在临清仓所在的高地铸造了一座城池，周长9里，全部用青砖筑成，称为砖城。后来，人们开始在更靠近运河的地方，以鳌头基为中心筑屋造房，建造起了新的城区，并不断向四周扩大。仅仅过了92年后，明朝政府就不得不在砖城的外围又修建了一座完全围绕运河而建的周长20多里的土城。临清就这样迅速地从一个荒僻的村庄发展成了北方运河上的著名城市。明清时期，临清是华北最大的棉布、绸缎和粮食等商品集散和贸易中心。临清往北到天津是全长500公里的南运河，古城沧州正好位于南运河的中间。借助高空摄影，我们拍下了这些绵延7公里长的土墙。土墙框起的5平方公里范围，就是沧州的旧城。这里曾经有一座繁华的城市，在明朝初年的靖难之役中被毁。在这之后，南运河接通了沧州，成为城市新的萌生之地。眼前这条冰封的运河曾经热闹非凡，几十万沧州武师以镖师的身份在河边的码头间来回奔波，他们见证了沧州从码头演变成都市的沧海桑田。因为地势平缓，南运河在沧州境内蜿蜒曲折地行走了253公里，沧州因此成了京杭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市。对于靠人力和风力的船舶来说，要想穿越南运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天前行的路程只有50-60公里，于是弯弯曲曲的南运河两岸出现了10几座大大小小的码头。越来越多的漕粮和货物开始在码头修整流转，保护货物安全的标行兴起了，码头也越来越热闹，开始孕育城市生长的种子。在今天的沧州地图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对于很多人来说，运河不过是一条河流，而对于北方的这些运河城市，却是一个时代。当运河不再通航，曾经的辉煌也被时间冲刷的，只剩下了回忆。咱们说林情，唱林情，这个风雨沧桑化繁荣。想当年，他的运河通航商船过，咱们林情迎来。常州便开始了历史上第一次运河改道，一条全新的运河城南渠在春秋古运河的南面开凿了出来。这条又被称为西兴河的新运河与古运河
形似弓上的9支箭，无锡城因此形成了1弓9箭的独特。从北京往南流淌了1000多公里后，大运河在扬州汇入长江，扬州也就成了运河在江北的最后一站。2500年前，试图北上争霸的吴王夫差开挖了邗沟。为了保卫邗沟，一座防卫线的城市被筑于蜀冈之上，这便是最早的扬州城。唐代扬州非常的富庶，也是吸引了很多西亚人来扬州做生意赚钱，留下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文化。那我们这边可以了解到的就是唐代扬州与西亚的交流。首先我们看到的第一件呢是灰陶的骆驼俑，那骆驼呢也是丝绸之路上面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旁边呢还有一件是长沙窑烧制的杯水壶，但是呢仔细看可以发现壶身却写着阿拉伯文。唐代的扬州是全国的漕运和盐运中心，也是国际交流的舞台。70多个国家的使节借道扬州，沿运河北上长安、洛阳。那时的扬州城里长期居住着5000多名阿拉伯商人，经营着各种贸易。他们和波斯商人一起从遥远的国度带来了珠宝、香料、药材，又从扬州运回瓷器、铜镜。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写道：8世纪时，扬州是中国的一颗明珠。扬州的富庶与壮美，首先要归功于它处于长江与大运河的结合部的优越地理位置。长江是中国中部众水所归的一条大江，而大运河则是将全世界的物产运往北方各大城市的一条运河。而东西方文化在扬州的交融碰撞，开始萌发出一种全新的商业文明。唐朝之前的中国，房市分立的制度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白天，人们只能在四面围起的市场内进行有限的贸易；夜晚，严格的宵禁让城市变得毫无生气。大运河开通半个多世纪后，唐朝开元年间，房市制度率先在扬州出现了松动。扬州城里的商人们开始在更便捷的运河沿岸进行商品交易。越来越多的店铺突破市的格局，在河岸边开门营业。房市的格局被打破了，一街一河式的城市商业区形成了。随后，宵禁被打破，灯火辉煌的夜市出现了。
扬州的夜晚从此呈现出了一派迷人的色彩。唐朝中后期，扬州终于崛起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以工商业闻名的超级大都市，迥异于严肃的政治都市，成了富足和繁华的代名词。在唐王朝统治的7至9世纪，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国际商贸港。今天的东关街，因为旅游而被人熟知。但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的是，1000多年前，这里正是唐朝扬州最繁华的商业街区。老街尽头的东关渡口，曾经是南来北往的商客货品舍舟登陆的地方。以这里为起点，他们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扬州繁华的商业浪潮中。因为王朝更替带来的战乱，曾经让扬州几度萧条，但每一次，运河都会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的力量。以至于在后来每一个朝代的商业重镇排行榜上，扬州没有一次缺席。在大运河开通前，中国的中心城市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中原地区。大运河开通后，这种格局开始发生改变。随着运河漕运和商贸的日益兴盛，唐代扬州、两宋杭州、明清苏州先后崛起，一起把中国的经济重心拉到了湿润的南方。近半个世纪以来，被国内外许多学者一致认同的一个推论是，9至13世纪是中华帝国史上的城市革命期。1800公里的运河沿岸，一大批工商业城市纷纷崛起。明清时期，在运河水道最繁忙的江南，城市以群体的形式生长了起来。沿运河一路南下，在太湖平原的密集水网中，坐落着一座被人们赞誉为天堂般的城市——苏州。这个是内城河，那么警方以前呢是有50公里，现在还有35公里。那么这个河呢，都是连通的，通这个渭城河，渭城河通京杭大运河。以前出门出路就是靠这个船，那么通了京杭大运河，什么河都通了。无锡、常州，这个京杭大运河啊，可以通到北京城。700年前，马可·波罗来到苏州。城市纵横交错的水道，像极了他的家乡威尼斯。而让这位见多识广的意大利旅行家惊叹不已的是，这座城市的富庶和繁华。他在那本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中这样写道：苏州城方圆32公里，附近有16个富庶的大城市和城镇，属于苏州管辖的范围，商业和手工艺十分繁荣兴盛。马可·波罗说得不错。大运河贯通了蜘蛛网般的江南水系，如同今天的高速公路，迅速拉近了苏州府与周边集镇的空间距离。城市从府城内扩大到城乡副郭和郊区市镇，形成了一个以府城为中心，
以水网连接郊区卫星城镇的城市群。运河超关许树关，水陆码头枫桥，手工艺之乡木渎，香山帮匠人聚集的溆口，稠都盛泽。这些被飘带一般的运河水道串联起来的市镇，遥相呼应，纳入了以苏州大都市为中心的市镇群。在江南，因为运河而繁荣起来的城市不止苏州，因为京杭运河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全国市场，产品可以行销到更远的地方。在长途贸易的刺激下，江南城镇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了出来。明清时期，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6府的城镇数量，从宋代的71个猛增到了479个，几乎遍地开花。市镇内商贾云集，人口急剧增加。当时全国最大的33个商业城市中，江南地区占了14个，超过1/3。仅苏州1府7县每年上缴国库的赋税就达到了全国的1/10。那装2船，我要靠船了啊！今天，江南运河流经的长江三角洲已经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这里也成为全球第6大都市带。繁忙的江南运河上，能源与建材已经取代了丝绸、布匹，成了新的最大宗的货物。因为城市的不断扩张，驾船驶过这里的人们已经很难分清乡村和城镇的区别。从遥远太空拍下的夜景图片中，